蜜月旅行的第一天，女人接到电话，脸上笑容立刻消失。她赶快来到卫生间，将门反锁，翻找电话所说的位置。原来上司送她旅行票，实际是让她来执行任务，而未婚夫一概不知。他只清楚女友是一名护士。连接好对讲，打开水龙头，在脸盆下面、桌子下还有梳妆台后，找出狙击枪配件，将配件组装到一起，按照对讲里的要求打开窗户。而此刻的男友回忆他们初次见面，现在总感觉在做梦，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怎么会跟他这个无名小卒共度一生，而如今却真的在一起了。尼基塔时刻准备，等待对讲里报出目标。而在此时，未婚夫来到卫生间门前，他是来表达爱意。而在里面的尼基塔手中工作是身不由己，他不喜欢现在这样，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这部电影叫《女囚尼基塔》，一个疯癫的女混混被爱情感化和救赎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没人管教的尼基塔整日和朋友厮混，他们来到一家药店，准备实施一场抢劫，而店主却报了警。之后这里发生枪战，3名男匪格外兴奋，不仅干掉了老板，还枪杀了2名警察，而最终3人全部被当场击毙，仅剩下躲在角落戴着耳机听音乐的尼基塔。他十分镇定，接着一枪干掉了警察。画面来到警局 Name, full name. Nikita. 警长暴脾气上来，他觉得女孩在耍他，一巴掌过后，尼基塔终于要将写上警长要的全名。接着转眼间来到法庭，警长用了手段，将3名警察和药店老板的死全部加在尼基塔身上。尼基塔将被处以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尼基塔气坏了，自己的确杀了人，但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一切都是警长搞的鬼。尼基塔像是发了疯，几名壮汉都很难压制。来到了死刑现场，临死前他开始哭泣，他想要见妈妈，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药物注射完后，眼睛里慢慢的暗了下去。1天过后，尼基塔苏醒，这里貌似不是地狱。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房间，男人叫鲍勃，是政府的一名秘密行动专员。原来尼基塔在名义上已死，已经被埋葬于公墓，而上面看中了他，决定给他重生的机会，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但要学会各种技巧和淑女的仪态。如果尼基塔拒绝，那只有回那属于他的公墓。一切来得太突然，尼基塔想要先睡一觉，鲍勃答应了。可就在几个小时后，也许这就是被上面看中的原因。她长相漂亮，又拥有极强的身体素质，行事果断，看似脆弱但又狂躁，并且桀骜不驯。曾只是混混的她，就这样挟持了政府的特工，来到电梯口。其他特工想要帮忙，却被鲍勃制止，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中。可鲍勃没想到，尼基塔将枪口对向自己。可是还好，身为一名特工，他的第一个弹仓是不上弹的。鲍勃开出一枪，希望尼基塔安分几天。几天过后 Forms for you to sign. You think I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 之后的日子，学习电脑的使用，了解并学习使用各种武器。跆拳道的课程中，教练想先试试尼基塔的手速。想要成为特工，还有一场必修课，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雅漂亮。女人告诉他，可以多一些微笑，微笑不能让人更聪明，但可以让看着你的人更愉快。接着，一向粗鲁的尼基塔嘴角微微上扬，灵魂里发出不太迷人的微笑。一天天过去，尼基塔开始无聊，逐渐露出真实的一面。他送电脑老师礼物，老师本是开心坏了。尼基塔无赖的本性爆发，因为上次的一拳，跆拳道老师很生气，但身为一个男人，又不能把生气挂在脸上，于是但尼基塔不按套路，咬伤了跆拳道老师的耳朵，接着起身一脚，在老师的痛苦面前跳起了小天鹅。2个月下来，他没干过一件好事，而领导觉得尼基塔只会找麻烦。鲍勃向领导解释，他的潜力还没爆发，高手是需要长期培养。领导给他2周时间，要么成功，要么就把他结束掉。为了让尼基塔快速进步，鲍勃知道不能硬来，于是在这满是涂鸦的房间贴上一张尼基塔喜欢的海报，接着关上台灯。本已经觉得小幸福，突然鲍勃又端来蛋糕，这是20年来尼基塔过的第一个生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内心早已被融化。鲍勃说了2周的事，如果失败了，谁也无法救他。第2天，尼基塔努力训练，并主动去学化妆，细心去练习电舞。在2周快到的一天，鲍勃带他走出基地，他们来到一家餐厅，为他弥补了生日礼物。尼基塔笑得合不拢嘴，紧紧地把礼物抱在怀里。接着，尼基塔将礼盒打开。It's loaded. The bullets are titanium and an extra clip just in case you need it. This doesn't make sense. There are 3 guests at the table just behind you. A woman in bright orange and 2 men in full attire. One is a guard, the other is a VIP. He's your target. Shoot him twice. When you're done, go downstairs to the men's room. In the last booth, there's a small window through which you... 这一场晚宴原来是一次暗杀任务。鲍勃说出逃跑路线，尼基塔只有3分钟的时间。当鲍勃离开后，尼基塔摘下手套，装起一个弹夹，接着取出手枪后上膛，收起好情绪，毫不犹豫走了几步。
3枪下去，枪枪毙命。几个月的训练，尼基塔身手了得。按照鲍勃的逃生路线，他跑到1楼南卫，找到最里面的一间，而打开窗户，窗外竟然是一堵墙。敌人火速追来，尼基塔跑进后厨，在这里展开激烈交战。对方火力很猛，但无意击中目标。尼基塔等待好时间，翻滚身体，一枪干掉1名敌人，接着又一枪穿透墙壁干掉又1名，弹无虚发，对手又开始突突。尼基塔仅剩1梭子弹。当敌人猛烈突突完弹夹后，尼基塔起身，而这时他已经没了子弹。3名进攻者也是满头大汗，准备来一发火箭弹。就在这时，尼基塔锁定垃圾管道，在危险最后1秒，从高处跳进垃圾桶内。就这样，尼基塔在雨中离开。回到基地后，鲍勃却在那里笑，因为这是尼基塔最后的考验，并且他通过了，但还是没免挨揍。鲍勃没有还手，而是按住尼基塔，并告诉他：“你自由了，你毕业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鲍勃对尼基塔渐渐产生感情，但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只能把这份爱深埋心底。经过领导签字，尼基塔有6个月调整心态，之后将会收到任务。他允许带走3把枪，有了新的户口、护照和驾驶证，隐秘身份是1名护士，每月有着固定工资。尼基塔租了房子，并将里面重新装修。他学着时尚女孩一样逛超市，别人拿啥他就跟着买啥，毕竟曾经的自己没钱这样在超市大手大脚。而在收银这里，他相识了收银员小帅，日复一日，小帅用真诚追求，2人便开始约会，接着生活在一起。尼基塔恋爱了，很快半年过去，尼基塔不会做饭，小帅会做出香甜可口的早餐。他虽是收银员，但也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和朋友一起去造船，爱上心爱的女孩。他决定要去奋斗，可有一件事小帅不理解，那就是从来没人找过尼基塔，他从不提起亲人，也从没说过有过朋友。 Now I love you. Voila. 电话声音的响起，中断了2人的腻腻歪歪。这是他的行动代码。按照组织要求，尼基塔来到酒店，这是他毕业后第1个任务。得到目标点餐后，安装了很多窃听器，然后由尼基塔将美食和酒送到房间。他被保镖拒之门外，还得到保镖的小费。 Now what happened? You can go home. 这就是毕业后的第1次任务，简简单单，还拿到了小费。回到家后就开心，他更喜欢现在的生活。不久后的一天，鲍勃登门拜访，说自己是尼基塔的叔叔。小帅挺开心的，因为终于见到女友的家人。鲍勃可以看出，尼基塔的气色越来越好，看来都是小帅的功劳。爱情的力量，小帅向鲍勃了解，尼基塔从来不说过去，像是没有童年一样。为了打消小帅的好奇，鲍勃编了个故事，尼基塔8岁时发生的故事。回忆童年后，鲍勃介绍了自己的职业，是1名国际旅行社的老板。为祝贺2人订婚，鲍勃送上2张威尼斯的旅行票。几天后，2人来到美丽的水城威尼斯，上船就拍照，下船就尿尿。玩耍1天后，住上星级酒店，在点过美酒和晚餐后，电话再次响起，而这次，于是便发生我解说开头那段。他向小帅解释，电话是餐厅打来的，说后厨火腿没了，还有他要先去洗个澡，让小帅等待送餐到来。洗手间内，尼基塔组装枪械，按照组织要求，他一边瞄准，又一边流泪。J'essaye de plusieurs. Je n'ai pas encore information. Marie, Attaque, bordel. La femme. La femme en marron. La femme, bordel, qu'est-ce que tu fous, la femme? Putain, la femme, merde. 迅速收起武器，关闭水龙头。因为半天没有声音，小帅还是将门打开。 What's wrong? Why don't you answer me? You promised not to come in. 小帅是出于关心，他在门口说了10分钟的话，尼基塔却一直不出声。尼基塔低下头，其实他越来越害怕。爱情带给他喜悦，也让他变得脆弱。这时送餐的来了，尼基塔取出狙击枪，哭泣着将它拆解。本以为鲍勃的好意，居然是派他来执行任务。尼基塔越来越发现，上面的人就是一群疯子，而尼基塔是疯子们的工具。鲍勃此次前来，是安排下一场任务，这次是1名大使。半年后他将回国，任务是拿到一些资料，希望智取，尽量不要干掉大使。小帅时不时会给尼基塔惊喜，他辞掉了工作，准备开启造游艇的计划，为了爱的女孩，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去奋斗。那个曾经不会笑的女孩，如今常常笑得合不拢嘴。Who taught you how to smile like that? 上面派出几名搭档，开启对大使数月的观察，观察大使的生活节奏。画廊的女人引起注意，他们常常会见一面，像是一场交易。女人会在此度过1个晚上。目标资料在大使的保险柜里，而钥匙一直在大使身上。由于2国关系敏感，行动不能动武，只能用巧功夫。时机成熟，组织搞定了卖画廊的女人。这天由尼基塔送话，反正不管谁都是交易。大使决定。本应该是快乐的几分钟，尼基塔来到厨房，和队友配合倒上威士忌，然后拎起手枪，不慌不忙地走到大使面前。
逼着大使一饮而尽。大使睡着了，由同事假扮成他，准备前去大使馆取文件。就在这时候，组织打来电话，因为情况有变，上面要派另外的特工过来。尼基塔有些生气，毕竟这个案子他跟了半年。交接的人叫维克多，上来就是暴力操作，拎着2具尸体走进房间，还让假扮大使的同事将大使也拖进浴室。看着这样清理尸体的举动，吓坏了2个人，而其中的大使刚刚只是昏迷过去，疼痛让他一顿扑通，2个人恶心坏了。同事看得受不了了，维克多让赶快开枪，而同事的这一枪却打偏击中了维克多，于是出于本能，尼基塔吓坏了，完全没按计划进行。他想打电话请示上级，维克多却拎起他。J'ai pas l'habitude d'arrêter des missions en cours, moi. Alors on va rien arrêter du tout. Et on va la finir, cette mission. Sinon je te dissous la gueule, c'est clair. 没有办法，计划赶不上变化。跟随维克多，尼基塔伪装成大使，一个人进入大使馆，来到大使的房间，在摄像头的监视下，打开保险箱，拿出那些秘密资料，然后坐在办公桌上，用眼镜框上的相机逐一拍摄。守卫看维克多面生，于是前去问个话。维克多打开车窗，还以为他接受配合，尼基塔躲过摄像头，却没能躲过他。狗狗闻出大使是假冒的，尼基塔赶快撤离。此时他已经完成任务，可生性鲁莽的维克多却不相信尼基塔，他非要去拿到那些资料。就在这时，一人出来问话，接着交战不得不开始，警报被拉响，尼基塔赶快上车，而维克多不慌。Stop it. The false alarm. Stay calm. 就是这么强悍，维克多身中数枪，但还是坚守不半途而废的原则。回到车上，油门踩到底，直冲大使馆的墙壁。行驶了几公里，将尼基塔送到安全之处，然后结束生命并完成任务。晚上，小帅告诉他不能再干了，这碗饭不是你能吃的。和尼基塔在一起是小帅人生意义的全部。Why are you saying this? 原来小帅已经暗中调查，医院没有人叫尼基塔。根据尼基塔的经历，还有他干的那些跟踪，一起生活那么久，小帅已经清楚了尼基塔的工作。之所以一直没说，因为小帅爱他，但如今愈发的发现这份工作会让尼基塔痛苦。小帅想带尼基塔私奔，离开这对他不公的世界。尼基塔拒绝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而第2天一早，趁着小帅熟睡，尼基塔离开了他。天亮之后，鲍勃来到家中，小帅看到鲍勃笑了。即使可能永远见不到尼基塔，但是他爱的人摆脱了痛苦，终于可以去选择自己的生活。Qu'elle devrait avoir le droit de vivre un peu. Elle a détruit sa vie. Je sais tout ça. Mais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elle aussi a détruit la vie. C'était un policier. C'est une dette lourde à effacer. Il en a tué combien pour votre compte? Alors ne comptez pas que quand ça vous arrange. 鲍勃不能多说了，总之是他当初救了尼基塔，而这次前来是来取那些照片的底片。如果拿不到，上面一定会派人追捕。就在这时，小帅交出了尼基塔留下的底片。此次任务顺利完成，鲍勃沉重的心也算放下，开始露出微笑，因为他和小帅一样，都希望尼基塔远走高飞，去过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